這是鄧小平的第二次復出，沉寂7年再次出山。1973年4月12日，為了歡迎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招待會，場面盛大輝煌，中外記者雲集。而在會場的角落裡，坐着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他的位置雖然不怎麼起眼，全程也沒有說過一句話，但渾身上下獨特的氣質很快就吸引了全場人的目光。尤其是當周總理帶着西哈努克夫婦朝着他的方向走来時，記者們立刻将閃光燈对準了這位重新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老人鄧小平。這是自7年前销聲匿跡以來，他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同中外人士會見，而且是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鄧小平的復出不僅在全黨引起了高度重視，連尚在病中的毛主席也迫不及待地表示想要見他。兩位老友重逢，除了常規的握手寒暄，毛主席還問了一個問題：小平同志，你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面對這個提問，鄧小平顯然有些詫異，他沒有想到毛主席會如此直言不諱地從正面談論這個問題。經過深思熟慮，他僅回答了2個字：等待。7年的時間，他在等待一個契機，也在等待歷史的選擇。196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將鄧小平一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災難深淵。1969年，65歲的鄧小平與夫人卓琳、繼母夏伯根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生活，家中的幾個子女也流散各地。鄧小平在廠子裡幹鉗工活，雖然是熟悉的工種，但對於年近70、身體不好的他而言，顯然有些吃力。儘管如此，但他從不搞特殊化，始終堅持原則，而他的為人低調、生活節儉、工作勤勞，也讓整個工廠的工人們都對這位曾經的中央領導肅然起敬。或許是因為有前車之鑑，又或許是這一次身邊有妻子作伴，鄧小平在逆境中始終保持樂觀。他與妻子苦中作樂，相互幫襯，直至1971年事件的發生，他終於等來了契機。事實上，鄧小平之所以能夠成功復出，除了自身清清白白以外，還離不開一個人的努力。他是鄧小平復出的大功臣，計劃2年，多番奔走，甚至不惜在中央會議上力排众議，也要為鄧說話。這個人就是周總理。1971年事件後，當舉國上下縱情歡呼時，鄧小平的身影卻日夜徘徊在周總理的腦海中。為了讓這件事水到渠成，他一邊在中央會議中肯定鄧小平的歷史功績，一邊極力爭取毛主席的支持。而與此同時，遠在千里之外的鄧小平也嗅到了一絲復出的信號。他多次給毛主席寫信，表示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儘管過程中依然有人百般阻撓，但歷史還是選擇了鄧小平。1973年3月，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批示下，成功為鄧小平恢復名譽和待遇。從江西到北京，從撤職到復職，歷經漫長的等待，他終於等來了曙光。在迎接外賓的招待會上公開露面，只不過是復出的開始。重返政治舞台後，鄧小平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職務，還隱隱有着接班人的意味。當時的中央領導班子正在面臨着領導危機，周總理患癌，毛主席年邁，葉劍英身體不好。在动盪的國內時局下，正需要鄧小平這樣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練的政治家。而鄧小平也不負众望，盡最大努力支持輔助周總理的工作，以至於周总理在臨近手術室前還握着他的手說，過去1年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比我要強得多。周总理的這份肯定也無疑為日後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前埋下了伏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歡迎大家給視頻點讚、留言、加個關注，下期再見。